我要挑战在出发当天才开始学当地语言，看看在旅游当中能够说得出来多少。Hello， 我是阿迪，今天我们也是一起来把阿迪英文的频道变成阿迪外文频道，我们要一起再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这次因为去南极的关系，会在南美洲转机。那回台湾的时候想说可以顺道拜访墨西哥。整个南美洲主要的语言就是西班牙文，包含墨西哥。所以呢，我也萌生了来学看西班牙文这个想法。但其实大家还记得这个阿迪外文的这一个契机嘛？就是我去年开始学意大利文。那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持续有在学习意大利文，所以能够分配给西班牙文的时间是比较少的。不过幸运的是，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在语言学上面有高达80%的相似度，他们的发音规则几乎一样，然后有很多的单字都是通用或是类似的。所以这样子看来，西班牙文对于有一定意大利文程度的我来说，应该要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所以呢，这次我想要挑战看看，在出发前完全压根不准备，到了当地再边旅游边学习语言，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体验？怎么又是你？当然呢，我是要学西班牙文哎。其实我是先学西班牙文，学了10几年了，然后也教了差不多5、6年，之后也学了葡萄牙文嘛，因为相对起来就比较接近一点。然后再来是意大利文，你也会太多语言了吧？这个当成一个休闲活动啊，然后没想到，现在这还可以拿来赚钱，这不错的。好，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南极，我要拍一个学西班牙文的特辑，就是我要上飞机之后才能开始学。这个太夸张了吧！好，我们要出发去机场喽。我这次也有要学语言哦，因为南美洲他们是讲西班牙文，对。然后我们这次是出发之后才学。出发之后才学？对，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就是欧啦，欧啦，我也会啊。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讲得很破？没关系，讲得很破也是一种乐趣。各位，你知道我临时抱佛脚到什么地步吗？就我今天出发嘛，我昨天才从网络上面订了一个初级西班牙文的旅游参考书，但结果今天一早它没有到，它就可能差一点点，所以我没有收到我买的参考书，我就要出国了。我本来是想说飞机上面没有网络的环境，我就看那个参考书，但因为现在没有拿到，所以待会我可能从 YouTube 上面下载一些西班牙文教学影片吧。因为我这第一趟是搭长荣桃园飞洛杉矶，然后飞11个小时，我就想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开启我学习西班牙文的第一步。我们的第一堂西班牙文课在空中进行，我准备好了我之前用来学韩文的笔记本，然后这边还是空的，可以继续写。这里就是有很多的影片。边学西班牙文边吃泡面，赞。现在是我学习西班牙文1个小时。我实际学的时候，真的觉得西班牙文跟意大利文超级无敌像，它的发音基本上一模一样。意大利文有的声音基本上西班牙文都有，它主要比较棘手的是那个卷舌音嘛，就是2个 R 叠在一起的时候要那个。就是那个我发不出来，所以它有些句我学起来，我就觉得，这是意大利文，像是比如说 disculpe un caffè por favor， 这个就跟意大利文超像的啊 ，scusi un caffè per favore， 这2个都是在点咖啡。发音基本上我应该再学个半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搞定。然后我现在学的全部都是最基础的对话 ，muchas gracias de nada, perdone, donde está el cuarto de baño, ahora soy rey, mucho gusto。其实我觉得学这么多语言到后来，你真的会用到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学到你会高频率使用的句子。好，这是我这趟的成果，我整理了基础的句型、自我介绍、各种动词变位、所有格，然后一些数字，然后一些常用的介系词、连接词，然后还有食物，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动词变位。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很多是一样，像 paga 我付钱 pago， 这个跟意大利文一模一样。我刚刚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可以多找一些例子来练习那个变位，但是我下载的影片里面没有，所以我还用了长荣他们那个连线 WiFi， 他们可以30分钟免费连线 WiFi， 然后就是上网查了各式各样的动词，然后把它们写下来，然后练习它的6个变位，这样我觉得我学得蛮快的。现在飞机快要降落了。我刚刚在飞机上总共的学习时间大概是3个多小时。我因为会意大利文，所以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文法概念啊，或者他在思考这个世界、整理资讯的方式就很熟悉。像比如说有一些反身代词，或者是受词放在动词前面的这种思考逻辑。我记得以前在学意大利文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组织你的语言。然后西班牙文这些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脑子可以有新的一个处理资讯跟看待世界的方式，让我很有感。
目前学得算顺利。那我在 LAX 转机要等大概6个小时，所以待会可能也是找个地方继续学。现在离登机大概还有4个小时，我就来继续学。我现在学到一半，我觉得分享2个很有趣的字，就是昨天跟今天。昨天的西文是哎耶，然后今天是喂，哎耶，这个东西好难吃。喂，你在干嘛？感觉都很像中文。我刚刚大概又学了4个小时，整个候机时间都在学。现在已经是台湾时间的6点了，所以有一点累。待会到下一趟飞机上面的时候，应该好好睡觉。不过我有把我目前为止学到的句型跟单字都整理到那个 Quizlet 的单字卡上面了。中间有空的话可以再复习。目前为止的话，感觉还是蛮好的，就是持续的进度很快，然后学到东西都很容易可以背起来。接下来只要搭配好的复习，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Disculpe, ¿dónde está el baño? Está al fondo de la cinta número 1, a mano izquierda. Sí, gracias. 嘿嘿，我实地演练讲的第一句西文，厕所在哪里？我跟你讲，到任何国家第一句学的就是这个。他说往这边走，其实我没有听懂他说什么，但他跟我指了一个大概，我看到了在那边。¿Hablo un poco español? Un poco. Un poco. Estoy aprendiendo. ¿Aprendiendo? Sí, español. Ah, excelente. Tiene que practicar. Sí, sí. Pero no sé. Cuidado con el agua. Sí. ¿Quieren moto para con esta lluvia? ¿Lluvia? La lluvia. 啊 ，lluvia 啊 ，rain。我刚刚其实有准备一小段要讲的话，但是见到之后还没有背得够熟，整个都忘记了，讲不出来。这是学习的时间还太短了。然后他讲的话80%我也是听不懂的，还有好一段路要走。Me gustaría esto. Ah, sí, sí. Para las bebidas, café. Podemos más pan? Por supuesto. Estoy muy lleno. 我现在学西英语的时间花得越来越短啊，从之前的意大利文30天到法文跟韩文学1周，这次西班牙文是上了飞机才开始学。但是还好 Amazing Talker 在世界各地只要有网路就可以上课，所以在复活节岛上西文课也完全没问题。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英语家教平台，可以直接在线上和老师讨论你的学习需求和上课时间，非常适合常常出差或者是需要客制化学习的人。像我刚刚上的课就是前一天跟老师约时间，就算是有时差的状况，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上课的空档。然后老师还特别帮我整理了在餐厅可以使用的单字跟句型，让我的西文可以现学现卖。除了语言学习之外 ，Amazing Talker 的课程选择超级多，全球有超过1万名专业家教给你选课，从英文、西文、程式语言到职涯辅导。你可以在 Amazing Talker 的首页搜寻教师，看有没有符合你需求的老师，或者是直接使用平台推出的 AI 智能推荐功能，输入你想要学习的课程、科目以及学习目标，想要上课的时间，3秒就可以找到适合你的线上家教。那我自己长期在 Amazing Talker 上课的经验是觉得和老师联系的过程都非常顺利，遇到的老师也很专业，可以陪着我一步步达成我的学习需求。对于线上学习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在 Amazing Talker 注册上课完全不用绑约，一次可以只买1堂课。那新用户上课还有10美金的课程兑换券，我会把这所有的链接放在影片的资讯栏。我觉得边旅游边学语言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实地的看到非常多实用的单字，然后只要是很重要会用到的单词，它就会高频率的出现，然后你一直看到，你就自然而然学起来。好像比如说 desayuno 这就是早餐，然后 Hugo 这个是果汁，只要反复看到2、3次，稍微花点脑力就会把它记起来了。旅行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会讲的东西都是你需要讲的东西，所以当你遇到不会讲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现场马上查，想办法讲出来。所以就是用翻译软体啊，或是任何都可以。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的 granola 还没来，所以 la granola non ha llegado。llega 是来到嘛，所以 ado 变成是过去分词吧，这应该是过去式。我记得还没有学到过去式，但就照讲。之后如果再看到过去式的形态，可能就会发现它的那个规则了。La granola non ha llegado。Gracias。好，没有用到。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就上来了。这是我的那个学语言的企划，是我离开台湾开始学。然后 Kat 呢，他也是语言专长，他除了日文很溜之外，他西文也不错。
所以我在船上就是要抓他，紧张了，我要抓他跟我做今天熬夜恶补复习吗？以前就是夸大，是不是？夸大我会西文这样。我在西文里面都很谦虚的。哦 ，OK， 我有考过 A2， 考过 A2， 但是已经3年前。强，好，我抓你做西文绘画。小老师，你要再讲一次吗？你初学的时候，他喂你什么句子？我刚刚就是很认真在学西班牙文，但是突然出现了 TNS 控制，哎，这个很必要啊，很实用，对啊。这里就是来西班牙或者是来拉美国家必学起来，对。这 AI 有经验法则了，知道大家都会查这个。这个练到最后会缺氧，有点缺，对。前面会发一个子音，然后让气打出来，然后会打到这种声音。啊，我觉得西文最难就是这个发音，我希望可以练得起来这个 R 弹舌音。短时间就可以。我发现这团很多人会西文呢，西文真的是一个蛮多人学的语言。我一直都很想要 master 西文，但我觉得很难，因为它的动词变化算比较好了，算比较好了。你已经学过意大利文，对，跟其他人比的话，对，法文是会，对，法文是会 silent， 然后意大利文是更不规则一点。Myself 啊，有 Miss myself， 大家都可以变西语老师。没错，这超方便的。既然到了当地，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那个当下的记忆会最深刻。但是同时会意文跟西文还是有一点困扰的地方，像比如说有些字的阴阳性会是反过来的 ，punta 这是一点。然后西文是阴性，但是意文呢是 punto 是阳性。你不要在我面前学西班牙文，我压力很大。这个人吃早餐一直在学西班牙文。我现在在看那个西班牙语的阿弟，你好认真哦。Yeah, your tongue is curved up like this, and it's like the TH, but it's like a little bit further back.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像是手机响的声音。对，感觉他好像在这个扣，笑死！我们整桌都在学。我们在2个小时就可以起飞出发南极了。那我趁这个时间整理了一些我在南极可以使用的学习资源，因为在船上可能网络会比较不稳定。学长老师又给了我一堆西班牙文接下来课程的简报档，然后 Kath 有推荐给我一个 App， 这个叫做 Spanish to English Dictionary。然后它除了是字典之外，它还有点像是可以用手机玩的学习课程。然后最棒的是它离线也全部都可以 function。好，那接着的学习就会在南极进行。今天是我们登上 Oceanova 的第1天，我们要从降落的机场一路开往下，然后到南极大陆，所以是一个12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外面的风景长这样，有看到一个大冰山，然后我面前的风景长这样，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笔记本？好，就把握一点时间在船上继续学西文。No voy a esperar aquí todo el día porque tengo que salir más tarde。今天因为天气太恶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登陆，应该就是都卡在船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呢，也很难拿来读西班牙文，因为我同时要理解，我同时要抵抗这个 sea sickness。我住的房间晃的，我觉得蛮厉害，然后只有在躺下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想要吐。所以今天这一整天的时间，除非天气我刚有一个腾空感，除非天气有改善，不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学。我刚刚不是在睡觉，我是在练那个弹舌。好，我要从南极离开了。大家如果看南极系列的话，应该知道就有很多突发状况，然后行程也很丰富。但是我下一站墨西哥，从南极过去，飞机还要再搭个10几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够在最后这几层的飞机上，把我们的学习时速撑到满30小，然后再到最终的试炼地点墨西哥，来实测一下我的西文能力。飞喽，出发！
Estoy aquí en México. Una habitación más para uno. Una sola noche para una sola persona. Sí, sí. Voy a checar, voy a revisar. Hasta les Tuesday, martes. ¿Cuánto tiempo llevas practicando el español? ¿Cuánto tiempo? ¿Una semana? 1 week. Yeah, 1 week. You have a very good pronunciation. Gracias. Sé italiano, entonces para mí español más fácil. Sí, porque es muy parecido. Sí, porque sí. Es difícil conocer a una persona que vive en otro país y que habla muy bien el español y usted tiene muy buena pronunciación, por eso, wow, ¿no? Aprendiendo español es divertido. ¿Tienes fresca? ¿Qué, perdón? ¿Tienes fresca? Fresca. ¿Fresca? ¿Fresco? Fresca. Strawberry. Strawberry, fresa. Fresa, fresa. No, por el momento no tengo fresa. Ok. Sería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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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go, me gusta mango. ¿Sería mango con cajeta? Mango con vaso. ¿Podemos hablar en español? Quiero practicar mi español. Claro que sí, podemos hablar en español. Pero habla despacito. Despacio, sí, despacio. ¿Qué te dedicas? Yo me dedico a manejar restaurantes. ¿Manejar cómo? Management. Oh, management, ok. Restaurantes japoneses. ¿Japoneses? Sí. Oh. Por eso conocí a Man. Oh, verdad. I forgot the word for girlfriend. Novia. Novia. ¿Cuánto tiempo estás juntos? Together. Oh, sí. 2 años como novios. Conociéndonos 3 años. 3 años. Ok, this is okay. Eso es okay for me. 7, 8, 9. ¿Puedes hacerlo? No. Ok, bien hecho. Disculpe, ayuno llega el café que pedí. Americano. 是 gracias。要到咖啡了，这边要账单 ，La cuenta。La cuenta。然后我们举手的时候要签名，空中写字。对，空中签名。签名了。太多了。2025年阿滴的西文挑战完成。我跟你讲，这种挑战呢，都是希望可以有一个人在旁边见证我有多燥。但是呢，这次就是发生一些状况呢，有某人他只有1天清醒的时间，可以看到我使用西文做沟通。还是我来问一下这个当事人的感想。不是，虽然我只复活了1天，但在这1天内呢，我也是很常听到哥哥用西班牙文跟可能服务生啊，或是饭店人员对话。虽然我不确定他到底听得懂多少，他们讲话很快，他们讲话超快的，我觉得不到一半。但是因为你可以有单字量，可以用猜的。然后这一路上呢，我们昨天坐车的时候，刚好有2个在墨西哥工作的朋友，然后他就是一直疯狂问他们问题，就是你昨天睡得好吗？他就一直问说，那睡觉的名词是什么？没有，我会先丢一个我觉得讲得出来的版本，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样讲对吗？他就说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能可以这样，然后我就说OK。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很积极的骚扰他的墨西哥朋友们。但我觉得学习语言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旅行的当下，因为他就在那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交朋友的方式，因为他们只要他愿意教你的话，他会是一个很好的 exchange。对，就是他会很热情啊，然后他也很开心你在学他的语言，你们也可以深入了解。对，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学到，你自己可以进步。但这是学习时间也是有限啦，我能够学到的范围大概就是发音、自我介绍、介绍台湾、讨论工作，可能餐厅点餐、饭店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旅游上面就蛮够用的了。OK， 所以这些是你上飞机后才 study 的吗？对啊。太扯了，你刚刚讲一长串。但是它都是固定范围。所以会出现的句子跟单字，它是一个非常有限，所以我可以很清楚我的进度条。这个企划做这么多次了，我很知道说在旅游的情境当中，有哪些句子是我一定要会的，然后有哪些句子是他们可能会说的，这些东西都懂的话，那其实就8、9不离10，我可以讲出跟表达我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学习语言真的关键就是要犯错，因为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习才是印象最深刻的。对，像我这次就有背了一堆水果的单字，然后很多我现在印象都有点模糊，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草莓是 fresa。因为我有犯错，然后被当地人纠正真的。对，在讲话的过程中，所以这个就是会印象非常深刻，对，会烙印在你的脑海中。但是这样算起来，你已经学了意大利文、法文跟西班牙文，
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哪一个最难哦？我觉得意大利文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最难，因为那个是完全新的语种。再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法文，然后西文最简单。因为西文我同时有了意大利文的基础，然后又跟英文有很多连接。对，比较好上手。就算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西文单字，我讲意大利文或是英文，可能就会有个大概就听得懂，对，会有个8成像。说实在，我这趟旅程也还是很多是西文、英文，对，就是杂的沟通。很有感的一个是，这里是我旅游到的地方，英文普及率最差的地方。对，我刚刚想讲这个，因为我不是有1、2天是自己一个人嘛，然后我出去做 Uber 点餐什么的，我都只跟他们讲英文，但他们就都听不懂，对，只会一直跟你讲西文，然后就是一个鸡同鸭讲，就只能比手画脚。所以我觉得学西文 CP 值很高，就是它既比较简单学，然后又可以一直要用到。很多甚至是那种高级餐厅的，你问他 Hablas Inglés， 他也会说 No，Solo Español。所以同时我想要推广的概念就是，其实到一个地方旅游，开始学习新语言没有你想象中的困难，尤其是在旅游的期间，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只要你在出发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个语言，学一些基本的单字跟句子，对，你在当地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好，那就是希望这些学习语言的影片系列呢，也可以somehow激励大家。如果你们也有想要学语言的话，可以有信心或是有动力开始。好，那接下来的影片系列呢，就是在墨西哥，在我的频道上，还有在弟妹的频道上，都会有一些影片。他那边呢会比较混乱一点，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